Hello，大家好。我们知道，澳际管它有正负极，它的功能作用就是单向导电，它的特性单向导电。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个澳际管的单向导电特性？这是我们学习澳际管的这个要攻克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知识点。这个澳际管它为什么有单向导电特性？其实我们从这个电路的原理结构很清晰的就可以分析到这个特点来。比如说这个澳际管的这个示意图当中左边是正极，右边是负极，箭头是负极，是吧？我们如果在这个澳际管两端加一个这个电源上去，左边长线这里就是正极，右边这个就是负极，这是一组电源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电位呢，它跟水一样，从高电位要流向低电位，那么它必须呢经过正极出发流出去，而不能够从负极出发流出去。因为正极电压就电位要高，对吧？负极电位要低，所以这个电压它必须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，这样一个流向的路径。那么此时这个高电位电压就从正极出发流，经过澳际管的正极，是吧？也就是这个 P 区，从 P 区到 N 区，这样流动，那么它就构成了一个闭合的环路。当电路有闭合的环路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电流才会流动。那么此时这个澳际管它就已经导通了，这就是澳际管的单向导电特性。如果我们反过来像这个接法一样，这个电源的负极接到澳际管的正极上，那么根据这个电压的走向，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，那么这样就变成了右边是高电位了，对吧？那么从右边流出去，那么这个澳际管刚好这个负极在右边，那么此时这个是处于一个关断状态，那么这个电流能不能流过负极？显然它是不能够流动的，这就不能构成一个环路。那么这个电压它形成不了电流，也就流不过去这个澳际管，形成不了一个环路到负极。那么这个原理就是澳际管的反向截止工作状态的原理。你明白了吗，老铁？喜欢的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好，关注梅登，我们下期再见。